598、599。爷爷，你就是这样练功的？大惊小怪啥？这点力道还没到热身的份上。1个月前，我还是个连桩都站不稳的糟老头子。恭喜宿主觉醒天命系统，天命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效果：修炼任何技艺手法均可增长进度，无资质门槛，无评减阻碍。寿数加持，当前寿数60载，每1点修行进度可转化为60点。面板，你终于来了！穿越到这里60年，你知道我这60年怎么过的吗？我就知道我一阳绝不是废物，虽来得晚，总比不来强。爷爷，谁欺负你了？说。孙麻子。姨老爷子，听说你手里有块子木？听谁说的？二爷，就是这丫头亲口。一个大男人偷听小姑娘说话，还当成了本事。老爷子，别跟我绕弯子，子木交出来，我给你10两银子。10两银子够你们爷孙2个吃几年了？若没有呢，那就不好办了。月心这丫头年纪不小了，模样也不错，城里正缺做工的丫头，吃住都有人管，总比跟着你这老头子受苦强。你一个老骨头，总不能1天12个时辰守着他。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，你想如何？3天后我还会来，到时候要么把子木交出来，要么让江月心跟我进城做工抵账。老不死的，二爷这是给你脸，你要不识抬举，俺也有的是法子让你后悔。爷爷，怎么办？我们跑吧。是时候展现一下真正的实力了。可他们会回来。那就让他们回来，我出去一趟，你在家别出门，等爷爷回来。好。眼下最要紧的是功法。村西猎户周良早年进过城，学过几年武，他手里有一本以木养生功。姨老爷子，这大晌午的怎么了？梁子，你早年是不是进城学过武？我年轻时测根骨，人家说我无缘武道，这4个字压了几10年。如今老了，没别的念想，就想看看武功到底是什么模样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！我那功法不值钱，当年武馆收了我的术书，但是见我根骨差，年纪又大，就丢了本玉木养生功给我。我练了半年，啥也没练出来。姨老爷子，您年纪大了，别逞强，装功伤筋骨，练坏了不值当。好。哎，老爷子，东西拿走。腿脚老了，弯腰费劲，你不收就扔沟里。姨老爷子，3天到了。太阳在天上，我看得见。那子木呢？没有。老东西，你是真不怕死？人活到我这个岁数，最不怕的就是死。好，既然你不要命，那就别怪我不讲情面。月心呢？让他出来。我不跟你走。小丫头，上次那一脚，俺野区还记着呢。等进了城，有你好受的。孙麻子，咋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我说，等这丫头进了城。老爷子，你想吓唬谁？杨二爷，看见了，我还有这点砍柴本事，饿不着月心。城里做工的好意免了，子木更是听都没见过。行，老爷子骨头硬，我记下了。可人活着不能只靠骨头。村里山路滑，夜里风大，月西又爱往外跑，你可看紧点儿，不劳费心。哼！上钩了。人呢？刚才还在。我就说嘛，老头跑再快也得留脚印。老东西，别装神弄鬼，等老子找到子木，先拿你那小孙女开开荤，看你还敢不敢硬气。这是你自找的。
爷爷，没想到你还挺臭美的。小丫头，你懂啥？过些时候爷爷给你一个惊喜。爷爷，你越来越会糊弄人了。记住，这把式别往外说。连杨婶也不说。不说。二妞呢？不说。村口黄狗呢？他要会说话，第一句就是告你的状。恭喜宿主异物养生器突破，1层皮膜坚韧，气血增强，五感提升。成了。这便是气血武者的力量。爷爷，吃饭了。爷爷，你真的是我的爷爷吗？怎么，吃饭还要验货？爷爷，你变帅了。爷爷说过要给你一个惊喜，还满意吗？满意？那你天天练，多练。爷爷变年轻了，以后能多护你几年，免得你被黄狗告状。我要爷爷长命百岁，一直陪着我。3000点，需求翻了3倍，身体消耗也更大，靠糙米野菜硬撑远远不够。可是精肉、药材、血气散、益寿肉都需要银子，看来得出趟门了。进室半个小钱，进去后别乱问，买卖各凭本事，出了村口，死活不归我们管。老哥，卖啥木头？杉木。多少钱？不买别问。子木，你认得？货是真的，哪儿来的？山上捡的，50两。就这块？就这块。 50两太贵，10两够你买后半辈子棺材板了。你这话晦气，得加钱。15两，35，20，32，22，30，25，再多我就走。你走。28，现银。老张，你把我当骗子？黑日里不把别人当骗子，难道当亲爹？血气散3两1份，不还价。成品。拿热水冲敷，练功前喝。8份。老头，走这么快干什么？别怕，我就问几句话。子木还有没有？有的话，咱们能做笔大买卖。老东西。离黑市不远，明早就算被野狗扒出来，也查不到我一个老樵夫头上。药浴方，看样子和血气散相同。眼下没药材，暂时用不上，但以后自己配药，总比直接买血气散省钱。
3两银子一份儿，倒也不全是吹出来的，舒坦。如今药力填入亏空，比冬天喝肉汤还过瘾。舒玉叔，咱们都是杨家人，我不绕弯子。你带这么多东西来，准没憋好事儿。哪是坏事儿？我是替村里人谋活路。有些人家田薄，种1年都交不上税，与其等官府催，不如让他们自愿把田转出来，换些银子，大家都轻松。大于律法，强占田地是死罪。叔，这叫自愿，按手印儿写契书给银子，谁能说是强占？村里人会闹，闹的都是不懂事儿。让我哥在县里递句话，来2个差役问问，他们自然就懂事儿了。大郎不是一直想进城学武吗？我哥在县里认识人，送进武馆当个记名学徒，不难。别闹得太难看。叔放心，我有分寸。还有件事儿，青木山最近不太平，闹大蛇。大蛇？人进山去找，至今没回来。听说那蛇身子比树干还粗，能拖走1头猪，不是寻常蛇。你让你哥回来看看，他是武者，总比咱们强。我写信问问，我哥事儿多，未必抽得开身。别只嘴上答应，蛇真下山，谁都不好过。行了，叔，我还能骗你？二爷，孙麻子还没回来。废物，让他盯个老头，人没听住，自己也没了。村里都说他出去鬼混了。山里有蛇，好像也不一定全是坏事。姨老爷子，在家没？门没栓，进来。老爷子，你这不对呀。哪儿不对？脑袋还在脖子上，脸红润了，背也直了。你偷吃什么宝贝了？我家米缸，老鼠进去都得含泪捐半粒米。老爷子，青木山闹大蛇了，那东西至少海碗粗。老爷子，这阵子别进山了。柴不够，我给你送2捆。你自己呢？我们几个猎户都不敢进深山，只在山脚转转，命要紧。官府催税，地主催租，帮派收钱，山上还冒出条长虫，老百姓想活口气真难。村长那边怎么说？听说让杨二写信给杨大了。杨大在县里当差，又是武者，要是肯带人回来，或许能解决。1002，照这速度，再过些日子便能踏入气血2重炼肉境，可眼下还差火候。一叔，县城来人了。谁？捕快，一个叫王月的，骑高头大马，后头还跟着3个带刀手下，村里人都跑去看热闹了。杨婶儿，他们是来打蛇的吗？说是，不过我看杨二站在人家马边，亲热的跟亲兄弟一样，膈应人。不是杨大亲自来，事情还没到最坏的地步。都磨蹭什么？王捕快进山除蛇，总得有人带路。你们平日不怕蛇，如今城里差官来了，反倒往后缩。那位老丈，就你了，跟我们一起上山。凭什么让我爷爷去？他都快60了。杨二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村里那么多壮汉不用，非让一叔上山。王捕快点的人，你冲我嚷什么？王捕快，姨老爷子年纪大，山路难走，我熟山，我替他去。老樵夫常年进山，熟悉旧路，他比你们清楚。爷爷，不去。没事，相信爷爷。行，我去。王捕快说的也对，青木山的路我熟。爷爷，一叔，你糊涂啊！老头子糊涂惯了，不差这一回。你也去。出发。二爷，真能成？一个快入土的老头还能翻天，王颖可是真正的武者，气血1重，收拾那老棍就是顺手的事儿。今晚子木到手，月心那丫头也跑不了。谁在那里？
诸位别误会，在下李顺，受黑水村几户人家所请，进山找那条大蛇。刚才听见脚步，怕是山匪野盗，才藏了藏。我是云林县捕快王云，你是哪里人？云文镇武者李顺，黑水村出了人命，几户人凑钱请我来看看。几位也是除蛇，奉杨班头吩咐，青木山闹蛇不能拖。那正好，那不简单，多个人多把刀，大伙走一趟，真遇上蛇也有个照应。头儿，这人来路不明，万一是捡酱的，麻烦。怀疑正常，这年头路边给碗水都得防人下药。不过我要真是劫道的，也不会一个人钻到山腰等你们6个带刀的。这不是劫财，是给自己找席吃。哼，你这汉子嘴挺损。但丑话说陈前，进山后听我安排，别擅自乱动，坏了事，王某的刀不认交警。明白。王捕头带队，我跟着出力。这个李顺不像临时请来的大蛇人。是他，痕迹比前几日还新。这得多粗，海碗都小瞧他了。别大意，这蛇不寻常，盛夏还敢在山腰活动，腥味又甜的发腻，怕是快往异兽靠了。看出什么了？还没成异兽，真成了，附近早该丢猪丢牛，鸡窝都保不住。但没成，不代表好杀。真要异兽，咱们几个还打什么？轻脚跟着痕迹走，见到东西别乱喊，等我号令。头儿，趁他睡着，给他来一下狠的。先射眼，再断7寸，能成。杨东西，你先射左眼，刘彪、韩柱压脖子，彪砍腹下。陈六跟我正面压过去，李顺走左侧，防他扑杨东西。可以。老丈留在这儿，蛇乱起来就往后退，别乱跑乱喊。王捕快放心，老头子腿软，跑也跑不快。老爷子，真乱起来就贴着那棵歪角树退，操前不容易摔。多谢李壮士。混饭吃的苦哈哈，算不上壮士。少说话。射！娘的！动手！别愣着等他点菜。还没死！给我死！不明！重伤了，跑不远，多半是回巢。他在青木山这么多年，窝里能没东西？蛇胆、蛇腿、蛇卵，兴许还有灵物。他们不管了，死的带不走，回去报个殉职。活着的人先拿该拿的。走。好一个借刀杀人的恶毒计策！这是赤元果，气血1重吃了，足够充脸肉。哼，王月。这种宝贝容不下回2个知道，你活着睡不踏实。县衙的狗果然没一条干净。干净能升官，能吃肉，江湖混饭，谁比谁白？旧邪教，认出来了，你更该死！黑水村请来的武者竟是邪教老鼠，你们胆子真肥！等你死了，谁还管我从哪儿来？你藏了刀法。都是我的。你不是，下辈子记着，别跟老头抢东西。此行不白费，不过这些东西不能直接带回去，只能先拿去放在半年前我藏子木主体的山洞了。果然还在这里。早一天抢，就少一份被人按着头过日子。气血2重，炼肉。王源和李顺死在山中，蛇食刀痕死，
留下的麻烦不少。县衙死了捕快，总得找人背锅。李顺本就是酒邪教，王源身上也有酒邪刀留下的伤口。至于那道柴刀伤，洞里一片狼藉，谁又查得清？李顺以邪教出身，背这口锅正合适。杨二那时想必在等好消息，既如此，老头子就来送你一程。月心，先吃点东西。杨婶，我吃不下。吃不下也得吃。你爷爷砍了一辈子柴，山里哪条路滑，哪块石头绊脚，他比谁都清楚。他们让爷爷去，本来就没安好心。你爷爷命硬，能在三山村活到快60的人，阎王爷收账都得先翻翻报本。杨婶，我怕。怕就对了，活人谁不怕？可饭得吃，门得守，人也得等。二爷，这会儿怕是办妥了吧？王源办事儿，我还能不放心？那老棍儿上了山，还能活着回来？还是二爷高。明天传回死讯。江月心那丫头孤苦伶仃，谁管？到时候人是我的，子木也是我的。二爷，那您好生歇着。睡吧睡吧，老头子让你睡。下去后别急着喊冤，你这种货，阎王爷怕是都懒得听。老爷子，水，给口水。易老爷子，你咋回来的？蛇打死没？王捕快他们呢？别急，老头子这口气还没顺过来。都让让，人都成这样了，还追着问。日上山，半山腰真遇上那条大蛇。那粗的吓人，尾巴一扫，树都能折。王捕快他们上去砍我，被留在后头。后来蛇发狂，往我这边冲，我跑不动，脚下一滑，从坡上滚下去了。我撞在坡下歪脖树上，当场昏过去。迷迷糊糊听见黑白人影喊我名字，我不敢应。等天亮醒来，山上静得吓人，我就顺着树根草藤一路爬回来。其他人呢？蛇呢？不晓得。我摔下去后什么都不清楚。醒来时喊了几声，也没人答。王捕快是县衙的人，是杨班头派来的。你再想想，村长，我命都差点没了，哪还敢回头找人？出大事了！杨二爷死了！杨二死了？谁敢杀他？我早上去拿食盒，门没关，进去一看，二爷歪在太师椅上，脖子开了口，血糊了半张椅子，地上还有块黑铁牌子，刻着鬼脸。邪门的很，都别乱！去县城报信，告诉杨班头，杨二死了，王捕快等人上山未回，再叫周良二带猎户上山找人，活要见人，死也得见个说法。今天谁都不准出村，不准上山。查吧，这口锅自然会落到酒邪灶头上。回来了，爷爷说过，没事。你骗人，你说没事。却一晚上都没回来，老天爷长眼，活着回来就好。你真死山上，我替月心把你坟头草拔秃也不解气。杨二死了，死得好，老天开眼，那肥虫活着就是糟蹋粮食，死了也是便宜他。我睡会儿。月溪，今天别出门。我不出去。3层一击6000进度，每日4遍装工，加上药浴也得20多天。蛇胆和蛇替若能换成药材，速度还能再提。可杨大得知杨二和王玉的死讯，必会回来。他是县衙班头，气血3重，我还有多少时间？出刀就要杀人，倒合老头子胃口。这九风刀并非寻常砍劈刀法，而是分为9锋：厚、显、奇、锐、叠、断、回。
回藏绝，刀势如山，一锋压一锋，表面沉重，实则变化阴狠，越往后越难防。这是实打实的上乘刀法，有点意思。成了，一遍60点，再来2遍。狠，真狠！初练便有如此为日。若炼至情深，铜镜之中谁敢近身拼刀？医书，月薪，今早从周良那人买的。医书从山上捡回命，得补。杨婶儿，这得不少钱吧？钱没了能挣，人没了去哪儿找？别废话，炖上。你再这么大方，怕是你家锅都得哭。你再贫，鸡汤只给你喝汤底。昨天周良带猎户上山找人，在半山腰那片空地找到了杨东西和王月3个手下的尸体。刘彪、陈六蛇尾扫断骨头的，死的被蛇咬穿肩膀的，满地都是人血蛇血，可王玉没找到。吃饭。还有件事，周良在山上发现一串陌生靴印，不像王玉和差役留下的。他说当时山里可能还有别人。还有别人？谁知道？猎户、逃犯、邪教妖人，什么都有可能。才到1080，还是不够。杨大师气血3重，我不是对手，得买药。想冲1斤，得要气血丸或补筋骨的宝药，黑市或许有。老赵，还卖血气散？不买，抓些药材，车前子、何首乌。拿好了你，一共8两银子。老板，这有气血丸与壮骨丹吗？没有，这玩意儿县城武馆都抢着要，谁敢摆这儿？明早怕是尸体都凉了。多谢。哼，跟这么久不累？老丈耳力不错。买卖两清，还想加售后？别误会，我家老大想请你喝杯酒。老头子年纪大，喝不了。我家老大说，黑市没有的东西，他那里也许有。带路。老大，人带来了。老张，在下赵刚，云文镇这片黑市，兄弟们给面子，叫我一声刚哥。赵当家找我何事？坐下，才能谈生意。依老丈，三木村砍柴人家里有个小姑娘，前些日子青木山闹蛇，你上过山，山上还死了个捕快。青木山的事有没有你的份？我不问，我只问一句，有没有兴趣一起做事？做什么事？黑市缺能镇场的人，我有银子、路子、药、消息，你有本事也够稳，一起发财，互相挡刀。赵当家抬举，我快60了，半截埋身子埋土里，镇坟还差不多，镇什么场？这话骗村子人够用，骗我差点意思。年纪大了，真折腾不起。想清楚了？想不清楚的事儿，早被土埋了。不逼你，气血丸5两银子1枚，县城有时卖6两，还得看人脸色。我给你这个价，算交朋友。都要。往后缺东西，让任浩传话，你不入伙也能做买卖。赵当家痛快，门永远开着，哪天想通了，来找我。多谢大当家抬举。老大，就这么放了子木、大蛇、捕快，全撞在他身上，哪有这么巧？你想动他？你看出他什么境界了吗？气血1重，2重练肉境，而且不是刚进2重。你带2个人去堵他，信不信明早镇外沟里多3具尸体，一群羊为老虎？结果只是给他加餐。这种老家伙能活到60，还敢独自进黑市卖子木、买药，杀气藏比井水还深。传下去，以后见到一阳客气些，别试探，别跟踪，更别碰他家里人。那还盯吗？盯着，但别靠近，只看他买什么卖什么，接触谁，只看不碰。是。赵刚查到了我的身份，也点出了青木山之事，这既是提醒，也是试探。
这背后多半还有更深的水。气血丸到手，该冲1斤了。跑什么？后头有狼撵你！杨婶被人打了，在哪儿？我家，我娘正给她上药，月心姐也在哭，娘让我来喊你。你先回去，让你娘别乱喊人。哪个天杀的下这么重手，打女人还打成这样，祖宗棺材板都嫌丢人。爷爷，一叔，你咋来了？我没事。不，怎么回事？今早来了2个云纹镇武者，说要替杨二报仇，然后不知怎么就打了杨神。听说明天会再来，让村长把跟杨二有怨的人都叫出来，一个个审。他们现在去哪儿了？去了村长家。周叔，你年轻时在城里见过世面，村里除了杨村长，就你最懂政策，你能不能给大家出出主意？周叔，你就带大家想想办法吧。是啊，我们都信得过你。行，我去镇上找救人，能不能成不敢保证，但这一趟我去。谢谢周叔。一叔，这时候你别往前凑了。我就问一句，那2个武者什么来头？他们说是云纹镇盛仓武馆的人，没拿官府文书，也不是杨大的人。一个姓彭，一个姓鲁，腰上都挂着刀。他们说杨二是武馆朋友，谁杀杨二，就是和盛仓武馆过不去。还说明天会再来，谁知道凶手消息都得告诉他们。盛仓武馆，对，一叔，我知道你和杨慧关系好，可你刚从山里捡回命，别掺和这事儿。武者上门，我这个村长也顶不住。我晓得了。梁子，不是兄弟不帮，梁子，那可是武者，我这条命给人塞牙都嫌柴。走吧。你赶紧走，就当我们不认识。盛仓武馆那帮人不讲理，惹上他们，我家铺子明天就得被砸。易老丈，稀客。家里孙女想学武，来打听镇上武馆。你家孙女学武？得挑个干净地方，不能进狼窝。这话在理。你想问哪家？盛仓武馆如何？镇南的小馆子，学徒10几个，真正踏入气血的有3个。老馆长姓陆，气血一重圆满，前2年已去云林县养老。现在馆子有2个徒弟承着，彭青和鲁成都是气血1成。2人性子如何？彭青爱摆架子，见穷人闭口赌全沾，下手也没常中。盛仓武馆背后有人吗？老馆主在县城有几个旧相识，不算硬靠山，但武馆这种地方，能不碰最好别碰。打了小的，老的会回来；打了老的，旧友又会问。多谢。谢就不用了。上回的话还算数，来我这做事，你要银子，要消息，我都有。人情太贵，老头子买不起。门开着，哪天想通再来。
老伙计，今晚又得辛苦你了。找到了。大师兄，咱们这样真能巴结上杨大？忙活半天，人家别连咱名字都不记。我打听清楚了，杨大根本不在县城。不在？去哪儿了？县城那边传来的消息，杨大受都尉差遣，追查一件牵扯内城大家族的大案，把手下人全带走了。那杨二死了，王宇没回来，他还不知道？当然不知道。老师还说，这案子办成，杨大官职会动，3大家族还会赏他突破气血3重的宝药。气血3重？那杨大回来不得飞上天？杨大和杨二相依为命，等他5天后回来，实力地位都涨了。咱们若先替他查到杀弟凶手，这就是一份大功。俺也去混个县城小官当的。先别做梦，明天再去30村把村长叫来，挨家挨户查，跟杨二结过冤的一个都别漏。那几个嘴硬的妇人尤其要慎。乡下婆娘，打一顿就老实了。还有那个伊老头，那个从山里活着回来的老樵夫，我总觉得不简单。一个快入土的老棍有什么本事？滚下山没死，是他祖坟冒烟。大师兄，你想太多。王云没回来，蛇也没带回来，杨二又死了几怪，这里面不干净。不干净就洗，明天把3木村那帮贱民都押过来，打到开口为止。杨大5天后回来，还会得到突破气血3重的宝药，比我想的更糟。第一式后风。你是谁？第2式瑞风。师兄，杀了他！炼肉境。别急。第3式险风。我的眼！找死！九风刀才入门几日，尽力我占优，刀法细腻和临敌经验，这人比我强。第4式奇风。来人啊！杀人啊！朋友，别杀我。陆成死了，我可以当没看见。圣仓武馆，给你银子，给你药，给你功法。我师父在县城有旧友，杨大5天后就回来。你杀了我，事情压不住。对，杨大快突破气血3重了，你放我走，我替你说话。咱们都是武者，何必为了几个村妇死磕？走水了，快救我啊！陆师傅，陆师傅，不好了，师傅死了！趁天没亮，赶紧走吧。圣仓武馆那2个武者今天还会来，杨慧说几句就被打成那样。咱们以前谁没骂过杨二？真被揪出来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往哪儿走？路上遇见山匪，孩子都能被卖了。你跑得了人，跑得了地，你家田不要了，亲戚不管了，那怎么办？跪着等人拿咱们当鸡杀？别吵了，杨慧还躺着呢，先想想他怎么办。大家别急，圣仓武馆昨夜出事了，管理走水，第3进院子烧塌半边，彭清和鲁成都死了。啥？真死了？都死了？谁干的？不清楚。镇上有人说仇家夜袭，也有人说是邪教妖人。邪教？该不会还是杀杨二那伙人？
那伙人连县衙捕快都敢杀，杀2个武者算什么？周良，你昨夜去镇上找人，今早盛仓武馆就死了2个武者，你告诉我，这事儿真这么巧？有些事儿，别问太细。还装上了？我在镇上确实找过旧朋友，人家愿不愿出手，我也不能乱说。周叔真认识这种高手？怪不得周叔年轻时在城里混过，我早说周叔不是一般人。那2个外人打了杨慧，当晚就死了，这朋友讲义气啊！都闭嘴！这事儿都烂在肚子里，谁敢说周良找过人，谁敢出去显摆？我杨慧剩半条命也跟他拼！对，盛仓武馆的人死了，是他们得罪邪教，跟三山村跟周良没关系。对，没关系。我昨晚什么没听见，今早什么没看见。此事肯定和爷爷有关，不过爷爷不说，我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。爷爷，雷云武馆馆主答应收我为关门弟子。当真？孙儿已突破气血2重，馆主说只要资源足够，20岁前踏入异心境并非难事。好，不愧是我一家麒麟儿。小少爷天资惊人，关门弟子往后前途不可限量。拜师是大事，馆主那边要500两拜师礼。家里不是拿不出，只是眼下周转不开。爹，这钱不能省，展翅被馆主看中，是一家的机会。我明白，只是家里没有，亲戚总该有。谁？您大哥易阳，不是在三山村还有几亩田，一座老宅吗？易阳，乡下破院薄田，卖了总能凑些银子，把他和那丫头接来镇上。后院马厩旁有2间空屋，收拾出来也能住。马厩旁来了总比在村里受苦强，还能帮家里照看马匹，扫扫院子，吃穿也有人管。爷爷，孙儿若错过这次机会，一家往后的指望便没了。没有武者撑门面，铺子再多也守不住。等展翅在武馆站稳，考武举，进县城，娶世家女，一家便不再是云纹镇的小商户，到时您老人家也能进内城享福。爷爷，求您帮孙儿一次。管家，老爷，备车，去3木村。哎呦，马车！这是镇上一家吧？怕不是来接一老爷子去享福的。爷爷，没事。一大老爷，2老爷特意从云纹镇来看望您。我都快忘了还有这门亲戚。大哥，多年不见，你瘦了。你倒是胖了，进屋吧，别晒坏镇上贵客。大哥这些年不容易，都活到这把年纪了，容易不容易也就那么回事。展翅根骨不错，也是气血2重，雷云红馆主看中他，要收他为关门弟子。不是，一家光宗耀祖。只是拜师礼要500两，家里现银周转不开，弟弟便想着你这院子和那几亩田若卖了，也能帮着凑些。你和月心可以搬去镇上住，弟弟家里有地方，吃穿不愁。住哪儿？后院还有空屋，马厩旁。大哥，弟弟不会亏待你。月心到了镇上，嫁妆我也替他备好。大爷爷，几亩破田，3间破屋，换我拜入雷云武馆的机会，这笔账谁都算得明白。等我踏入易筋境，谁还敢欺负你们？展翅，你几岁练武？8岁。家里为他花了多少银子？大哥，这不重要。当年爹娘为你练武掏空家底时也说不重要。我要几两银子做买卖，爹骂我不懂事，娘让我让着你。后来分家，镇上铺子、宅子、人脉都归了你，我只得了这座院子和几亩田，那些都是陈年旧事。可我手里只剩这些，你要拿走，我和月心住哪儿？
镇上有住处，有吃有穿，总比你们在村里受苦强。哼，马厩旁的住处也叫享福？跟着爷爷吃什么苦我都愿意。你们家占了铺子，银子和人脉，我爷爷什么都没争。如今几十年不来，一来就要卖屋卖田。你们是亲戚，还是来抄家的？一个小辈，轮得到你插嘴？月心妹妹，大人谈家族大事，你不懂其中取舍。我不懂什么？不懂拿别人的血为自己的前途吗？去灶房。爷爷，听话，爷爷扛得住。大哥，弟弟把话说明白，500两里你只需出80两，院子和田便值这个数。你搬到镇上，我每月给你零花钱，月薪也有人照应。依寻，你还记得我16岁测根骨那天吗？教头说我无缘武道，那天你在饭桌上笑了半天。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。起初我以为你是替自己高兴，后来才明白，你高兴的是从那天起，家里的钱、药、肉，还有爹娘的偏爱，都不必再分给我。大哥，你翻这些旧账有意思吗？有意思。今天你不是来商量，你是来拿走爹娘留给我的最后一点东西，和当年一样。大爷爷，80两已经是给面子了。三木村这种地方，50两都未必有人接手。若换了别人，田不卖，房不卖，人不搬。大爷爷，这世道靠拳头说话，您守得住今天，守得住明天吗？那便试试。爷爷，对不起，我刚才不该冲出去。不冲出去，憋坏了怎么办？他们还会再来吗？会。那怎么办？吃饭。野菜再不下锅就老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惦记野菜？想从我易阳手里拿东西，我得先掂量掂量。杨树清追查内城王家密集失窃案，斩杀6名武者，活捉主犯，夺回失物，功劳确凿，赏白银300两，官升1级，任副总捕头，另赐1斤拔骨丹1枚。卑职谢都尉大人栽培。副总捕头只是开始，往后办差用心，内城未必没有你的位置。什么事？杨班头，三木山急报，您先前在外办差，没人敢差。信到了几天？几天前。我弟弟死了，你们不加急通知。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。赵四，马六，头儿。备快马，带刀，带绳，带锁链，现在走。头儿，您刚立功，是否先向都尉告假？丹药和赏金。赏银、丹药入账，跟我走。我倒要看看谁的脖子这么硬，敢动我杨树清的弟弟。这几天我白天装病，夜里练功。赵刚那里买来的6枚气血丸已经用尽，气血3重，一击尽。9锋刀已入小城，前4锋可随心而发，后5锋也已摸到门道。再遇彭青那样的人，一刀足够。60的人了，总算有点安全感了。爷爷，你在院里干什么？看月亮。今晚月色真美。啊，今晚没月亮啊。心中有。又糊弄我。老头子糊弄孙女，天经地义。杨班头，您回来了。尸体在哪儿？在二爷家，没人敢动，等着您回来。带路。
哥来晚了，令牌是真的，刀痕也像邪教手段，可事情太顺了，顺得像有人把答案塞进我手里。发现尸体前后经过，一个字都别漏。张小山早晨来送食盒，见门没关，进去便发现了尸体，令牌就在椅子旁，谁都没敢碰。杨二生前与谁有怨？王月呢？王不快带人进青木山除蛇，猎户杨东西同行，还叫上了一阳带路。后来只有一阳一个人回来，周良他们上山找到几具尸体，王不快却不见踪影。一阳，带我去见一阳。杨班头，老头子正愁山上的事该怎么办？那天真不是我不帮，实在是命都差点丢了。进去说。山上那日的事，再说一遍。王捕头让我带路，老头子我哪敢不去？到了半山，那蛇粗的吓人，尾巴一扫树都断了。王捕头他们上去拼命，我躲在后头。后来那怪物朝我冲来，我躲不开，被扫着滚下了坡。滚到哪儿？背阴坡下面有棵歪脖树，我撞在树根边，昏了一夜。醒来是什么天色？听见打斗没有？天刚蒙亮，山里静得瘆人。老头子喊了几声没人应，只能顺着草藤往上爬。至于打斗，没听见。易老丈辛苦了，山上那条蛇我会亲自去看。王院是我的人，总要有个交代。不敢，活着回来都算我命大。若想起什么，去村长家找我。我便是爬也爬去报信儿。放过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放过？王月上山前，我弟曾写信告诉我，易阳手里有子木，值不少银子。可那破院里什么都没有，子木呢？王月呢？没瞧见。王月是气血一重，手下还有3名差役，蛇再凶也不至于连骨头都吞得干净。头儿，先上山查。现在不能动他，村里几10双感情都盯着。我刚升副总捕头，不适合当众打杀一个半死老头。今晚等村子睡了，上山看看。头儿，都尉那边的事办成了。办成了，副总捕头位子已经下来，回县城后，我便是都尉的人。恭喜头儿，好好替我办事，银子、女人、官皮都少不了你们。今晚上山，那我便送你们一程。头儿，是人的骨头。杨东西他们的，周良收的不干净。人血，这就是易阳说他撞上的地方。他没权撒谎。那现在回去拿人。谁？头儿！藏头露尾的东西！人，这力道不是气血一重，更不是普通炼肉境。这是你们自找的，莫怪我。一斤拔骨丹。易老爷子又去镇上给杨慧买药，看着他长大，总不能不管。那泼妇命硬，阎王爷收他都得先挨2句骂。跌打内伤，伤得不轻，冲撞了武者老爷。穷人命薄，外服3日，内服5天。胸口闷痛若加重，就送来医馆，别硬熬。多少钱？2两8钱，2两5钱，算我做回好事。多谢大夫。盛仓武馆那案子还没结，老馆长都去县里了，酒邪教进来邪得很，几个村子都出了事，青木山还折了捕快。少说2句，祸从口出。易老丈，我家老大请您喝茶。正好有事想问赵当家，带路。易老丈，几日不见，气色又好了。阎王爷不收，只能多吃2碗粥了。您这身本是1天1个价，再涨下去，我这酒楼都请不起您喝茶了。赵当家找我，不会只为夸我老当益壮吧？云林县风向变了，有件好事想同老丈说。说，如今县城明面上是议会2帮3家，3元会做商路，赤虎帮和黑刀帮管外城，内城张王李3家则掌粮、药、兵器和武馆。这些与我何干？平日一股势力，却比他们都硬。
巡天司，巡天司是王朝除军队外的另一把刀，皇城武圣亲自压着，平时地方世家和官府防着他，没由头，他不能轻易插手。现在有由头了。九邪教近来在附近频繁活动，黑水村、青木山还有周边县镇都有他们的影子。上头准备派巡天司大人物来云林县坐镇，借着清剿邪教的名义扩张势力。现在他们缺人。赵当家已经入司，云文镇不少小势力头目都进了巡天司，我们替司里打探消息，追查邪教线索。有了这层身份，赤虎帮想吞我也得先掂量掂量。杨树清迟早会引起县衙注意，如今我修炼又需要更多资源，普通黑市已不够用，巡天司这层皮既是门路，也是挡箭牌。赵当家想拉我入司，痛快！我不瞒你，你进巡天司对你有好处，对我也有好处。我引荐一名练肉境高手，司里会记我一功，往后也多一个互相照应的人。你倒诚实，江湖上假话太多，偶尔说真话反而容易让人信。巡卫月俸3两，巡卫长月俸15两，更重要的是内部资源，气血丸、壮筋散、拓骨丹，外头难买，司里可按功劳兑换。以老丈的本事，巡卫长有望。巡天司管得严吗？如今扩张期，规矩没那么死，平时查邪教线索、递交消息都能换功劳。真有大案，上头自然会派人领队。若自己人犯事呢？看犯什么事，看谁保你，也看你位置够不够高。这规矩很合我胃口。行，那便劳烦赵老弟引荐我入巡天司。好，背靠大树好乘凉。巡天司这棵树能寨住半个青州。树大也招雷。老丈说的有理。姓名、籍贯、年岁、境界。益阳，青州绥宁府云林县三木村人，60岁，气血2重。名单送去云文镇分部，1、2日内便有回信。腰牌到手，再谈自己人。老大，真推荐他做巡卫长？不是推荐，是请。可他不是才气血2重吗？是我只能看出他是2重。总管，这是本月各处举荐名册。气血2重5人，直接任巡卫长；气血1重13人，考核身家后留任巡卫，其余放外围跑腿。60岁气血2重，气血衰败期都快到了，让他冲杀，你嫌棺材铺生意不够旺？赵刚说，此人刀法老辣，经验足，办事也稳。气血2重终究是2重，赵刚敢举荐，至少不是草包。那便安排巡卫长。巡卫长需带人查案，夜行追杀。一个60岁的老头，经验或许够，腿脚未必跟得上。安排去巡葬馆，那里存着旧案卷、邪教线索、地方势力名册和各村镇异动记录，清闲却需要脑子。职务如何定？给巡卫长待遇，毕竟是气血2重，别寒了赵刚的面子。属下明白。外练筋骨皮，内练一口命。寻常武学靠打熬皮肉，肉食药散，把身子磨硬。这5脏内练尽，却先练5脏。5脏强则气血厚，气血厚筋骨皮肉才有根。这种功法放在黑市，怕不是几10两银子能买到的。杨大啊杨大，你活着讨现，死了倒会送礼。一次60进度，只要能练尽，没有门槛。可想入门，怕也要1个多月。谁？老张，是我。巡天司发不起衣裳，一切为了方便。有事？任命批下来了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巡天司的人。这数字什么意思？排名，云文镇分部有30多个巡卫长，都是气血2重以上的好手。数字越小，实力和资源都越超前。34，很靠后。靠后，本来想给你争个前20，可方总管看你60岁，不愿给太高，我牛吹出去了，事情却没办漂亮。34正好，不扎眼。令牌除了身份，也是技功的东西。查邪教、缴线索、杀敌救人，只要司里认功，都会记在令牌上。有功劳就能换气血丸、水元丹、壮筋散、拓骨丹，甚至功法残篇。若丢了，麻烦有人拿你的令牌做赃事，账先算到你头上。巡天司讲规矩，也讲拳头，有理不代表不用先挨板子。明白。还有，你的差事定了，巡葬馆巡卫长。巡藏馆巡卫长就是看管案卷资料的地方，旧案、邪教线索、地方势力名册在那儿。说白了是坐冷板凳，别人出去抢功劳，你在屋里看纸。清闲是真清闲，可没功劳就没资源。也好，老头子腿脚慢，真去追邪教教徒，怕是先把自己追没了。你别安慰我，你越这样说，我越觉得亏欠。赵老弟，能进门就行，
门外的人连屋里有什么都看不见，先进门，再谈坐哪儿。你这老头活着真稳，不稳早死了。巡天司竞争很狠，每年大考按功劳、实力和任务完成度重排令牌。明面规矩是讨伐九邪教为重，谁敢拖同僚后腿，轻则废职，重则处置。但暗地里的小动作不会少，你在巡葬馆也留个心眼儿，明白？这是水元丹，滋养气血，护养脏腑，适合气血二重。这不合适，位置没给你争好，我心里过不去。你要推，就是瞧不起我赵刚。人情欠多了，账不好算。江湖上最值钱的，不就是欠账吗？水元丹，这丹药放在黑市，没30-40两银子，怕是碰不到。赵刚这人嘴上粗，做事倒讲究。之前是1245，竟直接涨了15点。进度条拉长后，修炼越来越慢。丹药倒是好东西，一枚水元丹竟推进这么多。若丹药足够，气血4重也未必遥远。杨树清留下的1斤拔骨丹，适合气血2重巅峰突破1斤。现在硬吃太浪费，得找机会换成拓骨丹、壮筋散或养脏腑的药。爷爷，你这样还真像镇上账房先生。账房先生有我这把老骨头硬？又吹。今日去镇里办事，我不在家，把门拴好，谁来都别开。见过巡卫长大人。老头子新来，不认路，只走过前院练武场，左侧便是登记房。好，我自己去。这哪是分部，分明是扮作小衙门。尹老丈，可算等到您了。赵老大怕您找不到路，让我在这儿候着。你也入司了？托赵老大的福，混了个巡卫。您是巡卫长，我该叫您大人。见过尹大人。少来，喊大人怪折寿。赵刚呢？赵老大去镇东查线索了。巡天司最底下是巡卫，再上是巡卫长，然后是巡行总管候补、副巡行总管、巡行总管。方岳方总管是分部之首，气血5重炼藏境，云文镇少有人能比。按理巡卫长都能带队，不过巡葬馆特殊，没有小队，管暗钻。对，清闲但功劳少。不过月药材份额和兑换资格都是巡卫长待遇，这就够了。换别人早骂娘了。老丈您是真稳，能拿钱拿药，不用带人送命，这差事哪里不好？您这么一说，我都想去看卷宗。你坐半天，怕是能把椅子磨穿。尹大人，请按手印。巡葬馆后院西厢第3间归您使用，若有家眷，可去杂物房登记，另领米粮份额，但不得乱入内院卷库。家眷登记麻烦吗？报姓名、年岁、关系即可。过2日我带人来。老大，这边来。正缺把能见人的刀。地方偏是偏了点，可清静，平日没人来闹，缺点也就一个，没什么油水。真不错。真不错，老头子我年纪大，最怕吵，这里安静合胃口。赵老大还怕您不高兴，昨晚念叨半宿。告诉他，改日我请他上酒楼吃饭。孙豪，谁啊？卷宗自己找，别翻乱了。馆里还有谁？巡卫长大人，一共3人。黎通去杂物房领纸墨，黄江树在2楼整理卷宗，小的守1楼。守得挺省力。小的昨夜值后半夜。刚才就眯了一下，困就睡。卷宗不会长腿跑，但有人查阅必须登记核对，不能让外人带走。黄元树，见过巡卫长大人。看什么？云文镇近月九邪教行动汇总。我能看吗？你对九邪公案很上心。巡天司吃的就是这碗饭。这是官话，换句人话。我以前跟过一个案子，九邪教屠了一个庄子，活下来的只有个7岁孩子。在井里藏了3天，捞上来时他不哭不说话，只抓着半块饼。后来上头说线索不足，不查了。我顶了2句，就被撵到巡葬司。这里倒适合你，外头查案得看上司脸色，这里旧案多，真想查总能翻出东西。孙豪是孙副巡行总管的亲戚，黎通是赵副巡行总管的侄子，黄延树是被踢出小队的刺头，2个关系户，一个刺头，放别人手里是麻烦，放我手里却未必不能用。黎通见过大人，明日准时。是大人。老爷，什么事？刚才有下人瞧见大老爷来云文镇了。他终于想通了，卖田搬镇上多简单的事儿，偏要拖到现在。你去把田宅文书备好，让押行压价，银子要紧。爷爷，那80两何时能到？田宅卖掉，先送去雷云武馆，拜师礼不能拖。还杵着做什么？下人说，大老爷穿着巡天司官服，腰间还配着刀，看衣服规制，像是巡卫长。你说什么？
大老爷穿着巡天司官服，挂着令牌和佩刀。胡说！易阳16岁便测出无缘无道，一个在三山村砍柴几10年的老东西，巡天司能要他，还巡卫长？会不会看错了？镇上穿黑衣佩刀的人不少。对，必定看错了。一个乡下老头背影相似就敢乱认。老爷说的是，定是下人眼花。小的这就去训他。去查清楚，别声张，别影响展翅的事。爷爷，若真是大爷爷，没有若。巡天司不是收破烂的地方。爷爷，你这是抢了谁的衣裳？你这丫头盼点好，爷爷像抢衣裳的人。像。明天收拾东西，跟我去镇上住。去镇上住哪儿？官府给的屋子，爷爷找了个看门的活，管饭有住处，还发衣裳。我去看看杨慧，你把门拴好。哎呦，易老头，你这是去镇上当官了？当什么官？看门的就有我的份儿。看门还发这衣裳，还配刀？镇上人讲排场，门府也得撑门面。我来的不巧。你个老不正经的！易老哥，话不能乱讲，我有家事。我什么都没说，你们急什么？胡医配的药，外发口服都有，别省着用。花了不少钱吧？我明日搬去镇上，月薪也去。真搬？镇上再乱，也比村里强。你如今有差事，月薪跟着去，没人敢随便欺负。易老哥，你这是熬出头了。你也去，月薪年纪小，镇上人生地不熟，有你照看我放心。你伤没养全，留村里没人照应。我去，会不会给你添麻烦？会，多煮一碗饭的麻烦。你这老东西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？我去。那我先回去，你们明早搬家，我来帮忙。不做了。不，易老哥，杨二那事儿真没后续了。杨大上山后到现在没回来，村里都在猜。县城差事多，耽搁几日也说得过去。也对。杨树清还没回来。回大人，没有消息。废物！处理个弟弟的丧事要这么久？也许三山村线索复杂，被绊住了。他弟弟重要，还是我的事重要？若不是他替我办事，我会替他说话，会给他一斤拔骨丹。如今人没了，丹没了，功法也没送来，那门五脏内炼尽见不得光，明白吗？属下明白。你去三木村先找杨树清，若只是耽搁，就把人带回来。若他想独吞，处理干净，把功法带回来。属下今晚就动身。动静小点，此事泄露，不止你要死，我也得被拖下水。功法一定回到大人手里。爷爷，这陶罐带不带？缺口了不带。旧被子呢？破的不要。凳子呢？月薪，咱们是搬家，不是搬破烂。爷爷有差事，到了镇上买新的。杨婶，走吧。好，明早我来帮忙，这会儿先走。爷爷，这真给咱们住？嫌小？不嫌。这门真厚，夜里谁也进不来。好，紧进，灶房不漏风，墙还高，比三家村的篱笆强100倍。往后睡觉不用抱着菜刀了。爷爷，中午回来吃饭吗？看衙门管不管饭。当差第一天少犯糊涂，别拿你那气人劲儿招扰人。老头子最会做人。你会做人，狗都会上树。那位是杜候补，巡行总管候补，气血3重，兑换丹药、兵器和功劳都得他过目。气血3户用的丹药，气血境所用皆为凡丹，分6品，对应气血6重。凡丹之上还有真丹、宝丹，得用灵药、异兽血肉炼制。听说宝丹甚至能延寿。凡丹3品什么价？小益金丹35两一枚起。哪2枚？此丹药力猛，最好配药浴慢慢炼化。我这把老骨头最惜命。以小益金丹配壮血丹药浴，冲击一目养功第4层，踏入气血4重断骨境。爷爷，银子凑齐了。宅子抵了，先拿着100两，凑足500两拜师礼。等我成了木馆主关门弟子，一家就能离进县城，进内城。好，不愧是我一家的麒麟子。一阳穿了巡天司衣裳，也不过是看卷宗的老头，武道上终究看拳头。没错，一家翻身全靠你，我不会输。爽，进了巡天司才知道背靠大树真好乘凉。以前买颗水源丹都得托人挨宰，现在功劳换丹药，干净利索，再来几枚壮金散，我就能冲气血3重。半个月来，我白天守巡藏馆，夜里练功。老张，你有本事为何不争？那些人背后都说你老，说你走后门，凭你的刀上校场前20绝不是问题。人老了怕死，巡藏高有月俸，有住处，有药材，安稳养老不好吗？有些水不是你不踩，它就不漫到脚边。
杨树清死了半个月，县衙却没动静，镇上还来了几个生面孔，走路像官差，穿着却不是官衣，8成是换皮来的。也许县衙事多。屁！杨树清那事儿我不问，但你若被盯上，别硬扛。巡天司这层皮该用就用。我托你的事儿呢？一斤拔骨丹卖了，换来5枚水源丹，全在这儿。多谢。哼，少来这套。对了，巡卫长唐豪，你得防。他以前和我抢黑市药材路子，收买我手下，伏击我，害死3个兄弟。我宰了他1个心腹，梁子杰死了。现在同在巡天司，他动不了我，就可能动我身边人。我一个看卷宗的老头，也值得他费劲。烂人找茬最有耐心，他手下方宇在五律殿，心黑手狠，最会借规矩杀人。记下了。县衙的人若靠近你，给我递话。等你破3重，我请你喝好酒。这话我记着。我就先回去了。好。查了半个月没白费，青木山大蛇尸体找到了，蛇胆和值钱东西都没了，附近还有王月残尸，杨树清的尸体也找到了，他身上那件县尉大人要的东西不见了。头儿，那老头真有问题。王月死了，杨树清死了，一个被大蛇扫下山坡的60岁老樵夫却活着，还进了巡天司，哪有这么巧？可他现在是巡天司巡卫长，巡葬库看值的老骨头而已。等他落单，巡天司对枪也护不住他。从明晚起，盯死一阳。昨夜用尽水源丹，又配药浴站桩至天明，义乌养生宫终于冲破12000，气血4重，断骨境。大人回了。大人，九邪教那案子有2处时间对不上，明日再说。大人慢走。明日别迟。我也没迟几次。至少3人，前面窄巷登岸墙高，正适合杀人。老东西，把东西交出来，留你全尸。老夫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一起上。9锋刀第1锋，后锋。这是什么力道？第2锋险锋，第3锋锐锋。断骨境，你是气血4重。前辈愿饶命，我是奉县尉之命，只要您放我回去，我就说人没找到，银子、身家都给您。蜈蚣县，苍蝇腿也是肉。看来县尉要的不是杨树清的命，而是五脏炼尽。那功法来路不正，他才不敢明着要人。陆庸3人死了，县日短期内不敢闹到巡天司，但暗手不会停。一大人，镇上一家出大事了。一展正式拜入云林县雷云馆，沐风海馆主亲授关门弟子。听说他已经气血3重1金境了，17岁1金。雷云武馆还设宴庆贺，内城几家和赤虎帮都送了礼。雷云武馆气血1重才算记名弟子，关门弟子却是传衣钵传人脉。沐风海更是气血6重洗髓换血境云林县的大人物。一展至这一拜，确实一步登天。一大人，你也姓一，和镇上一家有亲？同姓而已。一大人从三山村来的，和镇上富户哪能扯上关系？大人，外头有人等您，说是一副管家，姓刘。大老爷，小的给您请安。二老爷今日设宴，庆贺展翅少爷拜师之喜，特请大老爷赏光。这是府上做的桂花糕，二老爷说您男爱吃甜的。什么时辰？午后申时，镇上不少贵客都会到。二老爷说您如今也是巡天司的人，正好认识认识。知道了。那小的回去禀报，大老爷午后必到，看我有没有空。大人，外头那人是亲戚，属下多嘴。申时我出去一趟。大人，要不要小的跟着？跟着做什么？替我吃席？也不是不行。收好卷宗，别让人乱翻。大老爷来了，里面请。一二老爷。展翅少爷前途无量啊！雷云武馆关门弟子，衣甲进县城，指日可待。诸位抬爱，诸位抬爱。大老爷，席位给您备好了。王记粮铺王掌柜，贺银50两，锦缎2匹；李家药铺李老板，贺银30两，血气散2份；盛记当铺孙掌柜，贺银80两，玉如意1对。展翅少爷拜名师，是云文镇大喜，薄礼不值一提。巡天司巡行总管方月，
贺利器宝剑1柄，凡丹4品，丹药1瓶。方总管公务繁忙，还记挂小孙，一某感激不尽。总管大人有差事不能亲至，特命属下送礼。一阳贺银5两。一阳是谁？二老爷的兄长，大老爷一阳。早年分家后，大老爷一直在三株村砍柴为生。二老爷念及兄弟情分，曾特意前去探望，想接大老爷到镇上住，还愿意出银帮衬，只是大老爷婉拒了。一二老爷厚道，亲兄弟还惦记着赵府。村里老头能有什么见识？给台阶都不会下。如今一家攀上雷云武馆，他怕是悔得睡不着。诸位满饮此杯，展至能有今日，全赖诸位抬爱。今日的主角回来了。少爷回来了。刘管家，给师兄姐姐准备干净客房，今晚在府上小歇脚。早备好了，少爷放心。总算顺手了。以木养生功主养，九风刀主杀。这功法有点离谱，以木之气远在天边，又近在胸腹。我如今气血4重断骨境，竟已望见气的影子。这本该是内气境圆满以上才出凤级的层次。县尉啊，县尉，你送的大礼我收下了。断骨境，九风刀小成，五脏内炼境入门，遇到普通气血5重炼脏境，未必能赢得轻松，但找机会换命杀人，未必不能试。这东西不能泄露。大人，有人找您。赵刚说的烂蛇终于爬到门口了。易老丈，清闲啊？不清闲，难不成还天天抄刀跟邪教徒拼命？巧了，今日还真有差事落你头上，不用调小队，你们3个跟着雷云武馆的人当向导打下手就行。老头子腿脚慢，别拖人后腿。有武馆高手顶着，你跟后片捡漏便是。功劳送到嘴边，不吃白不吃。您听说了吗？再过几日，云林县分部要来一位巡行总监。巡行总监，最低也是内气境。听说此人要整合云林县各方力量，清剿九邪教、武馆、世家、帮派的年轻天才，都在想办法刷羽力。若被总监看中，入巡天司正边亲卫，比在武馆强得多。所以雷云武馆急着立功，功劳是他们的，累活是咱们的，出事锅还是咱们背。咱仨排名31、32、34，垫底的活不派咱们派谁？这不是欺负人吗？巡天司欺负人也讲流程。有调令有朱印，你能说什么？雷云武馆来了几人？实力如何？5人，领头廖旭，气血3重，易筋境圆满。雷云武馆大师兄，宋武也是气血3重，已展至刚入3重，是沐风海馆主关门弟子。赵贺、沈清月是气血2重巅峰。韩豪这是既想借刀杀我，也想顺势卖一家人人情，这算盘打得响，就是不知道珠子够不够数。走吧。早去早回，老头子我还想回家喝热粥。你才40多，喊什么老头子？巡天司垫底待久了，人老得快。别人练武长气血，我练武长。你这皱纹长得挺有章法。你这嘴适合去巡藏局抄卷宗。年轻时我也觉得刀在手，天下我有。后来挨了3刀，躺了2个月才明白，能活着领下个月俸才叫武道。有道理。你们就是巡天司派来的巡卫长？张力31号，朱远山32号，易阳34号。34号，巡天司如今真是什么人都能当巡卫长。展志。少说2句，我只是怕有人拖后腿。放心，老头子腿脚慢，真遇危险跑不过你们。石桥废村荒了3年，共17间屋，一条主道贯穿南北。线报说九邪教余怒藏在村北祠堂，7到10人，领头直是气血3重，另有2名气血2重。我展志、宋武正面进祠堂，赵贺、沈清月从2侧包抄，3位巡卫长守村外3个方向，截杀逃窜教徒。懂，守门，没问题。若教徒实力超出线报呢？线报可靠。真有变故，3位可自行撤退。廖师兄，那执事交给我。你刚破3重，不要冒进。正该实战磨砺，若有闪失，师兄补刀便是。年轻人就该有劲头，不像某些人没打先想着跑。可以，但部队立刻后撤。是。巡行总监真是内气境，多半是。若能被选上，便是一步登天。先办好眼前差事，履历漂亮才有人看。确认有人，按计划行动。张力守村西，朱远山守村东。一阳守村南。易老丈，真不对就跑，别讲面子。你也一样。我这辈就剩会跑了。廖旭剑锋快而狠，一展志刀势刚猛，宋武宽刀大开大合，赵贺和沈清月也杀进去了。按计划，一切太顺。普通教徒死得太快，2个气血2重也没撑多久。
可那个气血三重制式呢？没有三重武者交手该有的气血震动，网已拉开，最重要的猎物却不在网里，猎人与猎物换了。就这，九邪教也不过如此。多谢。什么意思？这些废物若有我杀，难免逃窜求饶，坏了火候。你们出手干净，血气散得正好，血元丹成了。你利用我们杀教徒，练他们的血气，能为圣教献身是他们的福分，你们帮忙也是福分。服你大爷！气血四重圆满，你不是气血三重。气血四重圆满，只差一步炼造，这不是磨刀石，是怪物。怎么不来了？天才不是最喜欢越界杀敌吗？别单上，一起杀！雷云武馆弟子的血气，可比这些废物香多了。100息，200息，300息。按廖旭的部署，30小内就该结束，现在还没结束，只能说明那不是气血三重。九邪妖人都留下，炼成血丹，助我突破气血5重。剑报错了，那妖人不是气血三重，而是气血4重圆满。荒村从头到尾都是个饵。4个人，宋武没出来。宋武，放下我的东西！廖师兄，巡天寺那3个人还在村里，管不了。那妖宫气约4重圆满，吞了血元丹后更强，回去就是送死。先回去报信，请巡天寺派高手。刀已经被我藏在了青木山洞里，没弄清之前，不能轻易动用。断骨境后，气血运行如河道饮水，所过之处皆有暖意。老子守了半夜村西，妖人没见着，功劳也没捞到。后来祠堂那边闹出大动静，我还以为你们都死了。我守村东也是，听见祠堂炸响，差点把刀扔了跑路。雷云武馆死了个宋武，听说他们连夜逃回县城，去时5人，回来只有4个。气血三重说死就死，祠堂里到底藏了什么？门外不止1个人，其中1个至少气血6重。气血6重，细碎换血境。叶老丈，司里有些事要问。唐巡卫长客气。荒村之事出了岔子，线报说九教执事最多气血3重，结果却是4重圆满。雷云武馆死了1名弟子，其余4人也伤得不轻。情报有误，提供消息的情报贩子已经跑了，窝点也烧得干干净净。显然有人提前给九邪教递了信。我们3个守在外围，若那妖人往外冲，所以才要查。所有经手此事的人都要问一遍。这位是雷云武馆馆主穆风海，一展志的师傅。穆馆主大驾，老朽失礼。那名执事身份也查出来了，名叫王公庆，此人原是青州绥宁府金阳寺弟子，被逐出师门前还盗走了师傅的一件重宝，此事牵扯金阳寺，不能不慎。老朽定当配合。你巡查荒村外围时，可曾进入祠堂？我听见祠堂动静太大，害怕，就往村南跑了，没进去。没有问题，他说的是实话。
木馆主的雷音真言果然厉害，气血二重绝不可能抵挡。馆主威名，属下佩服。好先借荒村之举杀我，如今又待穆风海用雷音真言试探，方宇也不是善茬，一次不成，还有下一次。讨好方宇，这笔账记下了。10天里一刻没松，照这个速度，再有大半个月，比木养生宫第4层便能圆满，迈入气血5重炼藏境。巡行总监将至，不知又会翻起什么风浪。兽蹄来了！巡行总监齐书剑，娘的，这就是内气境！人还没到跟前，老子腿就想跪。不是想跪，是气血被压住，身体自己不听使唤。戚书仙出身北疆边军，19岁入伍，25岁踏入气血6重，31岁时北疆蛮族犯境，他带8人潜入王帐，独自连斩3名气血6重护卫，最后取了蛮族父王首级。那他身边2个呢？宋铁成和陈无安都是内气境第1层，跟随齐淑辉征战10余年，也都是狠角色。宋铁成曾追杀9教坛主300里，活活把人耗死。陈无然的铁杖专敲人脑袋，被他盯上的邪教徒没几个能活过第2天。厉害！断骨境后，每层需要的资源越来越多，丹药快见底了。赵刚说新货到了，今日正好去取。爷爷，你最近是不是偷偷吃什么好东西啦？吃得好，睡得好，养生有道。可你的头发好像也……锁好门，别让外人人妓院。爷爷越来越不像60岁了。壮筋散3品6枚，小益精丹3品4枚，拓骨丹4品2枚。拓骨丹最难弄，全县没几家有货，我托了不少关系。多少银子？先说子木，你那节子木和碎料被绥宁府来的药商收了，扣掉丹药钱，还剩40多两。留下吧，你养手下弟兄，打点关系，都要花钱。这情分，我记着。银子不是最值钱的，时间才是。子木存货够我用，先把修为提上去再说。齐书鹤要动手了，巡天司已向各方发征毛令，要联合青衣9邪教在云林县的据点，3镇5村1国断。大行动意味着大量武者外出，资源流通加快。对旁人是拿命搏前程，对我而言却是安稳修炼、冲击气血5重的机会。你去？当然去。唐豪那条蛇巴不得我缩着，我偏要立功给他看。活着回来！老子命硬，阎王都嫌咬不动。 5日后，联合清剿9邪教云林县分坛，气血2重参战，酬银10两，2品凡丹1瓶；气血3重参战，酬银30两，3品凡丹3枚。练武之人若只知缩在渊墙后翻纸看卷，与废铁何异？属下愿往。叶老张，荒村的事儿还没让你长记性，咱这把老骨头就别凑热闹了。功劳只是他们的，命是咱们的。 大家回去准备吧。大人，属下想报名。想说什么就说。9邪教屠了清河村32口的案子，我追了2年，卷宗都快泛滥了。这次行动，也许能查到线索。你气血几重？1重巅峰。去吧，别冲在最前面，活着回来继续看卷宗。大人。 人都走了，人小时最容易出事，守好门。大人，您好像一点都不担心。担心有用吗？不如多练几遍桩。气血5重就在眼前，先练桩，后半夜还有事儿要做。又要走，赵屠户总在门口晃，你就不能留下？一个杀猪的，敢动你，我卸他胳膊。 唐大哥带人剿邪教，巡天司空了大半，正好办些事。什么事？巡掌管那个姓伊的老头，唐大哥让我盯着他，找机会狠狠收拾。听说他有个14、15岁的孙女，长得水灵灵的，像朵没开的花儿。有了我还不够？别闹，这是唐大哥交代的事。
了。他娘的！该死！才3两银子，五律殿巡卫混成这副穷样也是本事。大人，方宇死了，在南边暗巷被人勒断了脖子。哦，会不会是九邪教的人摸进镇里了？去看看。方宇之死尚无证据证明与九邪教有关，此事会查，但谁也不许乱传。从今夜起，夜巡加倍，2人1队，不许落单。各管店锁好门户，非公务不得外出。大人，真会是邪教的人吗？不好说，这几日都小心些。还差540点，气血5重炼藏境，只差临门一脚。今晚药浴炼桩，便足够跨过这一步。大人，大军大获全胜，九邪教云林县分坛被连根拔了。陈庐山副总监亲手斩了堂主黄庆鹤和数名大执事，伤亡极小。3品丹药，白白错过了。内气境强者压阵，这本就是一场碾压。齐书玉既剿了邪教，又让参战者得功劳，欠人情，这才是他的手段。一斩制单杀了一名气血3重执事，正面对砍，不到30招便斩了那妖人。实战斩同境执事，镇上还有谁能比？陈总监都夸了他一句不错。展志，好孩子，一家的骄傲。老张，活着回来了。伤得重不重？皮外伤，没伤到骨头。这趟功劳不大，但够我再往上挪一挪。更重要的是，气血3重的关隘松了，闭关几日，或许能突破。恭喜！本来有个据点分给我带队，情报是我花3天摸出来的。临出发前1个时辰，唐昊拿着调令把据点抢走，给我换了个最小的点，杀完祭都先寒碜。还有件事，唐昊在行动中突破了气血3重一击境。哦，他还搭上了县尉，队伍里混着几个县衙的人，回来后也没跟我们同行，直接往县城去了。唐昊阴得很，如今又多了县役撑腰，老张，你得小心，真有事尽管找我。多谢提醒。唐巡卫长，本官找你，是想让你解决一个人。益阳云文天司巡赃库巡卫长34号，此人手里有本官的东西。之前派去的3名气血2重，一个都没回来。一个60岁的老头能折了3个气血2重，有意思。他披着巡天司的皮，本官不便直接动手，你在内部方便得多。事成后条件尽管开，500两白银，3枚4品拓骨丹。你疯了！那老头绝不是表面那么简单，我会找3大帮派的人出手，至少2名气血3重圆满，再加我从旁侧人，3人围杀，万无一失。350两，2枚拓骨丹，多一文没有？成交。益阳，一个60岁的老骨头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荒村那件事，会不会也和你有关？大人，此次行动中，唐昊似乎有意阻挠属下，属下和他无怨无仇，他恐怕是冲着您来的。如今他升了候补巡行总管，你要小心。知道了，做好你的事，别搅进来。白吃白喝还不用应酬，这等好事不多。依老张留步，今晚多谢赏脸。唐总管的酒席自然得来，别叫总管，还没正式，叫老唐就行。上次带穆馆主去你院里试探，是我考虑不周，查案归查案，不该用雷音真言对自家人。这事儿我一直想赔个不是。还有方宇那小子，也可惜了。是啊，可惜了。明晚还是这里，3楼天字号包厢，我亲自给你赔罪，把之前的过节翻篇，老张可要给个面子。行，还得多谢唐大人请客。那就说定了，明晚有时。老东西，你是真糊涂还是有底气？不管怎样，明晚之后都没有之后了。老张来了，
快请。2个气血3重圆满，再加刚突破3重的唐豪，3打1，倒真看得起我。这位是赤虎帮曹铁，这位是钱九，2位兄弟路子广。老丈若有些来路不便说的东西想脱手，可以找他们。那可太好了，我在巡葬馆翻指头翻了这么久，攒了不少破烂，回头还得请2位帮我看看值不值钱。老丈爽快，喝酒。上回雷音真言之事是唐某不地道，这点心意，老丈务必收下。唐大人太客气。这份情，老头子记下了。今晚的被愉快一笔勾销，我和赵刚的恩怨也绝不牵扯老丈。唐大人大气，多谢唐大人盛情款待。明日还有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老丈慢走，往后我们多多交流。去吧，按约定行事。唐兄放心，金子算你们跑腿费，他身上还有县尉要的册子，问出来。天亮前我要结果。九峰刀第4式，奇峰炼藏。气血3重圆满，不过如此。这老头不是2重，更不是3重，至少是气血5重炼藏境。钱酒是吧？跑什么？酒还没喝完呢。饶命！我什么都说，是唐豪指使的，县医要一本册子。这些我都知道。事成之后，金子归我们，册子交给县尉，求你给个痛快，求你。 2个气血3重圆满，加起来不到25两。赤虎帮的人混得也不怎么样。等册子到手，交给县尉，尾款便是350两白银和2枚4品拓骨丹。有了这些资源，副巡训行总管的位子便稳了。巡天司紧急集结号！有人攻打巡天司，就教教余孽，还是别的势力？ 2个气血3重圆满，全死了。这老东西至少是气血5重。曹铁钱酒25两，唐豪40余两，再加4根小黄鱼，今晚副手勉强及格。酒邪药，我不是巡天司的重权。 没必要替他们拼命，岳信和杨慧才是要紧事。巡天司的，江执事，动手不？杀了，别留活口。别杀我！老头子就是个看大门的，看大门的也是巡天司的狗。 你九峰刀第3式，瑞风，找死！逆势！九邪教之事，令牌和秘籍。 留着或许有用。爷爷，一叔，你可算回来了！外头又是响箭，又是喊杀，
我和月心拿桌子顶着门，吓得半宿没敢动。哭什么？一帮山匪闹事罢了。巡天司有方主管坐镇，几个瓤贼翻不起浪。爷爷，你衣服破了。翻墙刮的，补2针就好。去打水，爷爷泡个脚。这天下怕是要变了。一叔，要不别在巡天司干了，那点俸银不值当拿命换。月心还小，万一你出了事儿……杨婶儿，巡天司这层皮暂时不能脱，穿着官服，至少还有块挡刀的牌子。爷爷，别再冒险了。行，听你们的，以后不冒险。他娘的，九邪教那帮孙子没死绝，他们勾结青木山3股山火，趁大军归来，伤员未熟，夜袭云纹镇分部，先断镇东哨位，再从3面同时进攻，咱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。王公沁，就是他，他突破气血5重了。方岳总管昨夜亲自迎战王公沁，交手小半炷香，竟未能将其拿下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的遁走。伤亡呢？巡卫长战死9个，候补巡行总管死了2个，普通巡卫伤亡30多人。王公沁冲谁来的？2名巡卫长张力和朱远山。石桥荒村那2个都死了。王公沁杀人前问了一句话：“东西在哪儿？”那夜参与行动的巡天司巡卫长只有我、张力和朱远山。王公沁找不到刀，便先杀他们。如今只剩我。王公沁如今不再是普通执事了，这次夜袭由他主导，能调动3股山匪。上头给他的新头衔是大执事。此人不死，麻烦无穷。想彻底解决王公沁，必须尽快踏入气血6重，洗髓换血。我说老张，你自己小心吧，我得去休息了。大人，孙副总管身边的亲穗求见，说孙大人今晚在福满楼备了薄酒，想请您一叙。回他，老头子准时赴约。孙兴气血4重，平日与我并无交集，这个时候请客，想做什么？孙大人那幅字写得妙，我不懂笔锋，但那气韵，云纹镇没人比得上。孙大人，叨扰了。依老丈，请坐，不必客气。老丈在巡藏处待了些日子，委屈了。清闲差事正合老骨头脾性。孙豪是我远房侄子，昨夜那场乱子，我让他提前回家了。护着自家晚辈，人之常情。昨夜的事，我都清楚了。别紧张，这顿是请客，不是审案。司里的结论已经出来了，候补巡行总管唐豪于昨夜邪教肥患袭镇时不幸殉职，死在酒楼也能算殉职？福满楼的痕迹已清理干净，门窗换新，掌柜、跑当、姑娘都收了封口费，是我派人办的。孙大人为何替老头子善后？唐豪碍了不少人的眼，他活着与我无异。况且老丈做事干净利落，我很欣赏。昨夜之后，守备店店主的位子空出来了。孙大人高看了，老头子翻指头还行，守备店怕是镇不住。下月初9，云林城巡天司季度考核，巡卫长与候补巡行主管都要参加。考核必有武艺比试与实战考评。老丈若能打进前5，展露气血3重修为，守备店店主之位我来运作。孙兴肯定以为我最多气血3重，杀唐豪，在他看来不过是偷袭得手。孙大人抬举了，不过老头子想问一句，为何是我？老丈觉得呢？守备店是好位置，好事不会平白砸到我这种半截身子入土的老骨头头上。因为我需要一个不属于任何一方的人。云林县表面太平，暗地里却更乱。昨夜死了那么多人，空出来的位置和关系网，谁不想吞？老丈没有根基，没有派系，没有牵扯。可老头子60了，气血衰败，挡不住。能替孙大人打3年还是5年？等拳头不硬了，店主的椅子坐着也烫屁股。这份好意，老头子心领了。老丈说的在理，既然如此，我不勉强。那大人，我就不多打扰了。老张，门随时敞着。多谢孙大人。老张，你疯了！守备店店主啊，多少人做梦都捞不着的位置，你就这么推了？推了就推了，急什么？大人，2人都走了，还要追吗？不必。一个气血3重、年做60的老人而已，
原本招来用上几年，待他气血衰败，再换自己人便是。既然拒绝了，也无关紧要。好剑法，这套雷剑是我练了3年，都打不出斩之师弟这股劲道。你才学了3个月吧？斩之师弟，擦擦汗。多谢。斩之师弟，下月初9的巡天司祭考，你肯定报名了吧？怎么，这次祭考可不一样？听说齐书圣齐总监会亲自到场观摩，那可是内气境第2境的大人物，若能被他看中，说不定能直接跳过巡武长，坐上巡行总管的位置。17岁气血3重，还亲手掌过9邪教执事，整个云林县谁有这等履历？斩之师弟这次必然一飞冲天。诸位师兄过誉了，祭考高手不少，我只会尽力而为。行了，歇够了，再练一头。看到没，这就是天才。旭儿，这次祭考不同往日。师父请讲。往年的巡天司祭考，不过是内部排名，分些丹药赏银，走个过场。但齐书鹤来了，一切都不同。弟子明白。以前武馆弟子投靠势力，首选3大家族和3大帮派，巡天司根本排不上位。可如今齐书鹤掌握的丹药渠道、上升通道和武道资源，所以这次祭考各方都派人参加。12年，气血劲头再往上，不是靠苦练就够了。丹药、功法、闭关、名师指点，为师都试过。资质到了顶，强行冲关只会走火入魔，所以你们必须抓住机会。弟子明白。师父，此次武馆准备派谁出战？你，气血3重圆满，剑法根基扎实，但出剑太正，缺少变化，容易被人摸透节奏。弟子会改。宋武已死，其余弟子多数只有气血2重，上场也只是给人垫脚。一展志17岁，气血3重中段，悟性极高，学什么都快。荒村一战虽不算真正的生死搏杀，但至少证明他临阵不怯，杀心够硬。宋武已死，其余弟子多数只有气血2重，上场也只是给人垫脚。一展志17岁，气血3重中段，悟性极高，学什么都快。荒村一战虽不算真正的生死搏杀，但至少证明他临阵不怯，杀心够硬。不服，弟子并非不服。斩之师弟天赋极佳，只是心性还不够沉稳。祭考若遇真正应手，弟子担心他稳不住。所以你去告诉他，从今天起不必再和馆内弟子对练，保存体力，养精蓄锐。弟子明白。旭儿，你自己也做好准备。是。内气境，12年里，我试过丹药、功法、闭关，也曾求见宗门长老，可所有人给出的答案都一样，说我资质已到极限。我做不到的事，也许弟子能做到。轻点儿，上回你把我虎口镇猎，我养了4天。你俩开始，我给你们计数。2招。完了，祭考上去，我连送菜都算不上，顶多算一道开胃小碟。前天夜里，围剿邪教和镇上动乱连着出力，积累够了，便顺势突破。2重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我说呢，原来你已经2重了。巡藏滚里就属你最拼，这境界你当得起？老黄牛逼！大人，突破了。属下2日前踏入气血2重，不错。祭考在即，这几日多磨合劲力与刀法。刚突破最容易犯的毛病，就是前几招劲力太满，后面变虚。多练收力，别在场上掉链子。属下明白。1重中段输给2重不丢人，但你不应该硬接，你力气不如他，硬碰硬就是找死。退半步，他刀路就得重调，你便有机会换攻防节奏。从今天起，每日下午留1个时辰在这里对练，有问题来找我。是。九风刀已经大成，五脏内练劲也已小成，配合乙木养生功，远胜寻常气血5重。点水渡江。
居然是身法口诀。若早有这门身法，杀曹铁、江良都会干净。祭考前，将点水渡江炼制入门。祭考那天，该漏多少就漏多少。槐树下多出一道陌生气息，起码是气血4重高手，会是谁？爷爷，你回来了，饭做好了。月心，进屋。爷爷，他是……听话。易老丈，无力谈。易老丈，周某今日登门，只为赔罪。5年平陆阳花，内气境宝丹的远槽之一，有价无市。寻常气血境武者拿着银子，3、5年也未必能碰上一株。3000两白银，这是周某多年积攒的全部家当。前辈气血5重，应当需要。你怎么知道老头子我是气血5重？唐豪一直没有回信，周某便有所察觉。后来得知他死于镇上动乱，周某亲自查看了唐豪、曹铁和钱九的尸体，能如此轻易杀死3名气血3重的，至少是气血5重。所以周某只知道再与您作对，便不是赔钱能够解决的事。陆阳花留下，银票不要，3000两白银全部换成6品凡丹，什么种类都行，只要能辅助气血境修炼。你在县城门路比我广，丹药比银子实在。周某一定办妥，半月之内送到府上。还有一件事，那本五脏内炼劲什么来路？据周某所知，那门功法原本属于3大家族之一的李家。约100多年前，李家一支庞氏偷走功法逃离族地，那一支后人逃到青州边陲小县，传了2代，却无人练成。周某偶然查到线索，才派杨树清前去取法。原来如此，你够懂事，东西也够买命。从今日起，你我之间的账一笔勾销。不是普通气血5重。周大人，路走宽些。周某明白。旧骨碎，新骨生，洗髓换血。虽然气血6重了，可如今一木养生法进度池已从5万涨到10万，日后丹药消耗只会越来越艰人。明日巡天司季度考核，排名靠前者不仅有赏银丹药，还能挑选差事。好差事便意味着稳定的油水与资源，该争，但不能全漏。看正前方高台，那2个光头昨夜跟着巡天司车队进城，车架是从绥宁府方向来的，排场不小。能与陈无涯同台而坐，来头自然不小。本次季度考核有3件事：第一，优胜者可获丹药，赏银亦如惯例；第二，表现突出者经总监大人审批，可直接授予候补巡行总管及以上职位，不论出身，不论资历，只看拳头。第三，本次考核特邀绥宁府金阳寺2位高僧观摩。这可是绥宁府赫赫有名的大宗派，传承数百年，内气境长老不止1位，甚至有内气之上的存在。对云林县武者而言，金阳寺便如高悬云端。2位高僧将从考核排名前4者中挑选1人收入金阳寺外门，年龄放宽至40岁以下。金阳寺招弟子，进了大宗派，功法、丹药、资源都有，还有机会。大宗派传承，这笔账太值了。斩至师弟威武！一招拿下3重中期，这剑速谁扛得住？出剑速度不错。靖远师弟，那个17岁的少年根骨不错，入寺后20年内冲击内气境未必无望。师兄，招弟子只是引子，不是目的。王公庆叛出金阳寺，盗走镇寺宝刀，若让他投靠其他势力或练成邪功，宝刀便更难追回。所以这外门名额是悬赏。考核前列之人，至少也是气血3重巅峰，4重层次，收他们入寺是假，借他们之手搜寻王公庆下落才是真。40岁以下，正是有冲劲儿、拼命的年纪，正好使唤。金阳寺招弟子，进了大宗派，功法、丹药、资源都有，还有机会。大宗派传承，这笔账太值了。有劳2位大师。阿弥陀佛，贫僧靖远奉寺中长老法旨而来，诸位不必拘礼，放手施为，我等只看不平。
考核开始。拳法松散，花架子。那你上去，给钱也不上，老子惜命。我报的是气血3重，腰牌147，正好处于中流。先让前面的人互相消耗，等合适的机会再出手，最划算。我认输。这不是巡藏馆翻卷宗的愣子吗？认输！黄维硕，他什么时候突破气血2重了？2重打1重巅峰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以前谁正眼看过他？那小子在巡藏谷闷声练到2重，这才邪魅。大人，季考后巡天司会重新调配，你和孙豪若想挪窝，我可替你们递话。去别的店还是留巡藏馆，自己想好。大人，我不走，我跟着你。行，差不多了，该轮到气血3重登场了。老爷子，我说您呢，上来跟我打一场如何？这家伙真会挑，专挑60多岁的老头。那老头上去一拳怕是就得躺下。来吧，老爷子，别紧张，我手下有数。来。诸位，可有人知道这位老丈姓名？老丈，好嘛，这么厉害。还行还行。服。大人身法精妙，属下受益匪浅。大人，我怎么觉得您刚才那几下不比我输差？你叔是4重高手，我一个翻卷宗的老头子哪能比？刚才全靠运气，对手也没什么正经传承。少说2句，这么多耳朵竖着呢。知道了。越乱越好。齐总监要的，从来不是一潭死水的巡天司。碎石枪秦局，气势好重。4重圆满，还不到35岁，他去争金阳寺名额，谁挡得住？听说他的枪法已练至中程圆满，4重境里都少有人能比。前4的位置必定有他一个。请。认输。老丈，你还要上？25号，县城分部候补巡行总管郑乔，气血4重。你疯了？那是4重。刚才不是有人说我不比孙兴弱？是孙豪那憨货说的。你报的是3重，3重挑4重，万一……88号，挑战25号郑乔。老人家，得罪了。气血4重，4重，原来他早就是4重了。馆长藏的也太深了。时机、分寸、信性都不错，这个老头有点意思。可惜年纪太大，此人刀法根底很深。可惜年过6旬，寿数有限，不是好苗子。巡藏谷翻卷宗的老头居然是4重，之前谁说他只有3重？25够用了。雷云武馆，不过如此。张松青，苍云馆这一带的大师兄，还是张家的人。内城3大世家那个张家，他16岁就入气血3重，去年以3重圆满，苍云馆一直把他藏着，今日才第一次露面。五筋断了，腿骨也碎了，太去一旁。
老爷子，让我试试你到底有几斤几两。我认父。阿弥陀佛，经金阳寺与巡天司商议，获得金阳寺外门弟子入门比试资格者共4位。第一，苍云馆副馆主秦居；第二，王秋雨；第三，巡天司副巡行总管唐吉；第四，三元会执事赵通。多谢大师，多谢大师。这个位置应该足够换来一份不错的职位和奖励了。先说前4。二哥定。秦剧，苍云馆副馆主，气血4重圆满，忠诚枪法圆满。今日场上几乎没人能接他30招。他出身普通，与张家嫡系无关，根基干净，也没什么家族牵扯。这种人给足重视和权力，自然知道该忠于谁。二哥觉得他适合什么位置？云林县巡天司副总管，在监管五律殿、贡献殿，赏银1000两，6品丹药5枚。2个殿都交给他，二哥这是要重点培养。大哥闭关前交代过，云林县巡天司被3大家族渗透得太深，借九邪教之清掉一批人，如今空出的位子必须补上自己人。秦举背景干净，值得下注。确实不亏。王琼宇，内城王家嫡系，3大世家的人，修为4重圆满，剑法不错，实力排第2没问题。可他姓王，让他留在县城，等于让王家再往巡天司插一根钉子。外放。青山镇巡天司总管，赏银800两，6品丹药5枚。唐吉，巡天司副总管，38岁，4重圆满，资历也够，本分听话。副总管之位不动，再加管5倍殿，赏银500两，6品丹药3枚。可以。赵通，三元会的人，月俸供奉虚衔，三元会那边也能交代。这个人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年纪太大，60岁的气血4重，气血已走下坡路。正常而言，最多再维持7、8年战力，之后境界要干率会坠落。年纪确实大，可今天他那几场，你没看出点东西？那种身法、判断和节奏，不是寻常气血4重能有的。你觉得他藏了实力？不好说藏了多少。鲁楼3人一击毙命，曹铁身手分离，钱九双腿齐断，能做出这种事的人，若只是气血4重初期，你信吗？你想用他？巡天司在云林县经营多年，盘子越来越大，却一直缺个合适的人盯着。既然他有能力，就给他一个位置试试。大哥不在，这事儿你拍板。大哥走前说过，考核之事由我定，那就给他。候补巡行总管不奇怪，可乾阳楼是什么地方？老张，名单看了没有？陈大人把乾阳楼给你了。先说说，乾阳楼是做什么的？我忘了，乾阳楼的东西不在巡藏军卷宗里，那是巡天司的私账。乾阳楼不是一栋楼，而是巡天司在云林县最大的一块产业，什么赚钱卖什么。就是巡天司拿来和3大家族抢生意的一把刀。光上个月，丹药进出账就过了3000两。巡天司抽成上交府城后，剩下的都是本地巡天司的活钱。管这地方的人手里过的银子比贡献店店主还多。自己若掌控乾阳楼，便不必再靠贡献点换药，也不必去黑市和贩子周旋。有了乾阳楼，通往内气境的路便等于有人送来了钥匙。老张，你听见没有？这是天大的好事儿。听到了。行了，一个看铺子的差事，至于高兴成这样？您老人家是真能装。看铺子的差事也对，只不过这铺子里卖的不是柴米油盐，而是通往内气境的路。尹老丈、赵兄弟，今夜这杯酒，我是真心敬二位。尹老丈接任乾阳楼楼主，赵兄弟在云文镇更进一步，双喜临门。巡天司不好爬，两位能有今日，全靠真本事。周大人客气，老头子不过运气好些。尹老丈，一点心意不成敬意。成色不错。赵兄弟，这份是您的，
就当交个朋友。周大人这么客气，不收倒显得不识抬举。不过银子归银子，规矩归规矩，巡天司的规矩不能坏。自然，自然。周某人最讲规矩，绝不让二位为难。以后在云林县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开口。易老丈、赵兄弟，咱们今后就是自己人，多个朋友多条路。这世道，谁知道明天会如何？周大人言重了。若有用得上周某人的地方，尽管吩咐。好。老丈，你和周江到底什么关系？我记得他以前还派人堵过你，想抢东西，如今怎么反倒送银子了？送银子的人多了，不差他一个。周江这人能屈能心眼多得很，他今天这么客气，肯定有所图谋。我知道他是什么人，但只要实力压得住，他就是条能办事的好狗。也是。易老爷子，喝口茶吧。有事就说。展至最后挑战的对手，本是个气血3重圆满武者，那人没几招便认输。随后苍云馆的张松青上台挑战。张松青？张松青1年前便是气血3重圆满，实力本就比展至强，可他下手太重，招招往筋骨上轰打。你的意思是，苍云馆馆主楚耀与我师父积怨多年，展至被废，恐怕不是巧合。那怎么办？我们一家拼了命，能不能讨个说法？张松青背后站着内城张家。展真，现在怎么样？命保住了，但筋骨重创，即便日后接好，气血运转也会大打折扣，想再突破难了。我们一家就这么完了，展至什么时候能醒？最多2天。易老爷子，您保重。大人今日去乾阳楼，你不回云纹镇上任巡卫长，跑我这儿站岗做什么？属下想跟着大人做事。乾阳楼人多眼杂，正需要信得过的人，端茶倒水、跑腿打杂，属下都能做。乾阳楼情况不明，初来乍到，确实缺个办事不打错口的人，跟着。是。见过总管大人。免礼。这条街比上月又多了3间铺子，风里有药香，也有铁锈味。这座城，总有人在暗处磨刀。老朽叶阳见过大人，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把您盼来了。楼上已备好酒席，都是绥宁府运来的珍馐。大人里面请。把账簿拿来。大人舟车劳顿，查账这种劳神事儿，何必急在一时？属下将账册送去厢房，您先用酒菜。我让你拿账簿，听不懂。大人这边请，属下马上取账。大人，界面账目繁杂，足有几十本，账房还在核对，可否宽限2日？大人要看账簿，你啰嗦什么？属下不敢，只是今天天黑前接3年所有大宗进出账账全部摆到我面前，少一笔缺1页，我不保证你能好好走出这个门。大人，这3本记录了乾阳街4年内高阶丹药易售精肉的流向，请您过目。出去候着。是。随便翻翻，说说看出什么了。叶阳做账很刁，表面每一笔都平，可高阶丹药售价比外面低3成，还全卖给听都没听过的小铺铺，这分明是左手倒右手，把巡天司的资源往外送。大人刚才敲打一番，他应该会收敛些。你还是把他当常人看了。昨晚周江告诉了我一些内情，乾阳楼连着这条街几年前就烂透了。叶阳背后站着3大家族中的某一家，他不是贪一点银，而是在拿巡天司的命根子供养世家豪门。这样一条早已换了主人的狗，敲打几句有什么用？大人的意思是，查账不是为了追回过去的银子，世家吃进去的东西不会吐出来。我要的是叶阳的底，拿到能按巡天司规矩处置他的铁证。叶阳和世家若发现自己大肆调动丹药资源，必会招来灭顶之灾。只有拔掉这颗钉子，未来的路才能走稳。这几天暗中查叶阳和世家的联系，查到后立刻回来汇报。属下明白。记住，不能轻举妄动，这不是你一个人能解决的。
收下黄衣树这步棋没走错，得罪人的琐事交给他办，我才能腾出时间冲击内气境。书中说，武者跨过气血6重，肉身锤炼至极限，体内便会诞生一种截然不同的劲气。曾有内气正强者被无形气场拖在空中而不落。内气境分为3关，第1关气海出化，第2关清浊归元，第3关天临降顶。境界越高，内气离体杀人的距离越远。眼下最大的问题是功法断层，一木养生功只有气血6重以前的内容，没有后续口诀，便无法在肉身极境中练出第1缕内气。一木养生功的后续有戏了。据说松青道人路过云林县时，看见一个少年想求学，却被武馆一脚踹出。道人立于街角，观此景久矣，叹曰：随后，松青道人在全县免费传授何以困之养生功，但最终被世家所杀，不知死活，不足踪影。庞青，粮食铺。来人！大人有何吩咐？去库房拿5瓶修炼丹药，4品以上。还站着干什么？我又不是不付钱。叶阳拿丹药不付钱，按内部价算，够不够？内部采买可打5折，5瓶5品丹药500两绰绰有余。去办。难怪钱阳楼账目漂亮，连智女都习惯了拿东西不付钱。进来。大人，查完了。叶阳担任钱阳楼大广17年，利用丹药进出虚报损耗，侵吞4品以上丹药至少120瓶，折合白银逾万两。账上19家供货商，其中6家是空壳，店面租的是叶阳小舅的房子，货物只走纸账，银子绕一圈后回到叶阳手里。2管事孙维，3管事许志，账房冯德全部参与，分赃比例为5221。还有呢？属下在叶阳私账夹层里找到这个。叶阳每季向李家2房供奉4品以上丹药20瓶，换取李家替钱阳楼遮掩违规之事。信中还有他们的接头渠道，确认了。信封印章与李家2房铺面的私印一致，属下已比对过，确认过。其他都是小事，这一条够定他的罪了。大人，天不早了，回去歇着。李家2房的私印，分量比贪污重得多。贪污只是内部事，勾结世家却是另一种性质。这张牌何时打，怎么打，能换来什么，都得好好盘算。大人，叶阳那边，您打算什么时候动手？急什么？大人莫非是怕了？哟，黄巡卫长又去给楼主大人汇报了。叶总管，年轻人，跟对人很重要。易大人是明事理的人，以后钱阳楼还是一家人，有事商量着来。明事理。宜阳几天没有动静，或许是准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关系还不够稳，得送礼试探。1500两，不多不少。宜阳爱读书，宋本古籍合情合理。至于书里有什么，是读书人的风雅事。1500两，叶阳啊叶阳，这钱必须收，不收叶阳会起疑，收了他才会以为我已经上船，才会放松警惕。钱不能独吞，得找个有分量的人一起分担风险。至于人选，我已经有了。老黄，看看这个，叶阳送的，前天早上放在我桌上。这老狗，他这是想收买你。他以为我收了礼就会和他穿一条裤子，可惜他想错了。于叔，我跟你讲个道理，世道上混，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，把敌人搞得少少的。可真遇到敌人，出手就得狠辣，放过对方就是为难自己。大人，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？快了，就在这几天。属下明白。
家的人怎么还没来？急什么？该来的总会来。易阳收了银子，这几日也没再查账，应该是默认了。可李家约定子时交货，如今已过半刻，为何还不见人？再等等，可能路上耽搁了。是李家的人吗？叶管事，东西带来了，弹药都备齐了。备齐了。易大人，您听我解释。这批丹药是库中积压的陈货，我想着折价处理，也好给楼里添些进项。折价？4品气血丸，巡天司内部调拨价每瓶52两，你卖给李家每瓶还不到15两。叶管事，你折的不是价，是巡天司兄弟们的命。私通外人，盗卖司库机密物资，按巡天司律死罪。易阳，你只是候补巡行总管，凭什么定我死罪？高阶丹药外掠，需经五律殿审理，巡行总监签字。你一个看铺子的老头，有什么资格？你说的对，定罪确实不归我管。我只是个看铺子的老头，可铺子里有人偷货，我报给五律殿总不犯法吧？技考13，气血4重而已，我乃气血5重，只要制住他，便有机会突围。小心！秦总管，我有事要说。那个老东西跟我是一伙的，他收了我的钱，1500两夹在古籍里送给他的，他收了。他和我一样，也是拿了好处的人。你说的是这个？易总管3天前便将子书与其中银票交给了我，你送出的每一文钱都已记录在案，这叫取信于敌，引蛇出洞。带走。700两，你的。秦总管，线是你局是你布的，人也是你引出来的，我只负责收网，拿大头没道理。这些银不走公账，你尽管收着。700两，确实不少。这200两是你的。大人，这段日子你翻账翻到半夜，该拿。回头给家里人买些好东西，别让他们跟着你受苦。属下谢大人。易总管，以后有这种好事儿，记得叫我。一定。叶阳与李家勾结，秦剧刚坐上副总管的位置，正缺一桩大案立威。我出线索，他出人手，功劳归他，李家的怒火也由五律殿承担。大人，叶阳用腰带自缢了，与他同牢的李家接头人也死了。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忙吧。是。突破内气境就在眼前。老刚，进来。练着呢。闲着也是闲着，什么事儿？好事。您老这手段真是高深啊。说清楚。还能是什么？叶阳那老东西栽了。五律殿前天夜里把他和手下几个管事账房全端了，外面都在传秦副总管刚上任就办下大案，手腕又硬，眼睛又毒。那是秦副总管的本事，与我何干？老张，您就别装了。叶阳在钱阳楼扎根7年，背后还有李家，若非您点头，秦局怎么可能拿他拿得这么顺？我可听说事发那晚是伊大人带着五律殿的人将叶阳堵在巷中，人赃并获。消息倒灵通，在这地方混，耳朵不灵可不行。如今钱阳楼上下清理干净，往后进项才算真正姓伊。我只是按规矩上报，查案定罪是五律殿的事。不过叶阳一倒，李家肯定不舒服。明面上挑不出错，暗地里却未必。钱阳楼是巡天司的产业，我是巡天司候补总管。李家若有不满，大可来巡天司讲道理。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李家便是想伸手，也得掂量掂量。如今秦局可是红人，背后还站着陈总监。你今天来不只是为了夸我吧？确实还有件事。说。祭考的秦局里，王求宇、唐金宇、赵通义有机会进入金阳寺吗？记得。金阳寺没让他们直接去，而是给了一道考核。找出潜藏在云林县附近的九邪教大执事王公庆，谁先找到王公庆，确认其下落，谁便算过关。那4个人如今都把云林县翻过来了。王家和三元会也动了，都动了。赵通发动三元会外围线人，王秋雨更是放出重赏。什么条件？谁能提供王公庆的线索，便收入王家，给管事之位，子孙后代都受王家庇护，还有机会修习王家武学。不就是给王家当狗？
这年头，想给王家当狗的人多的是。云林县3大世家之一，根深蒂固，进了王家，资源、靠山、前程都有了，总比在外头刀口舔血好。你不稀罕？我自由惯了，继续说正事。2日前，唐吉手下巡卫在山中撞见一名九邪教余内，唐吉觉得是时机会，便拉上秦剧联手。王秋雨和赵通也闻风赶来，4方暂时联合，杀入唐吉发现县的山匪山寨。找到我王公钦了？找到了一个九邪教大执事，但不是王公钦。那人叫冯海源，气血6重。秦剧和王秋雨虽是气血4重圆满，4人加上带去的好手，依旧没拿下冯海源，死伤不少。最后是金阳寺靖远大师赶到，才将冯海源擒住。人抓到了，还有什么麻烦？归属权，听说冯海源过2天会押回县城，此事跟咱们关系不大，我就是来给您通个气。多谢。改日找您喝酒。好。王公钦，你到底藏在哪里？你一日不死，我便一日难安。张家，怎么了？你自己看。张德彪3年前从外县调来，资历、修为都很普通，却稳坐南城大牢牢头的位置。这些年大牢里进出的犯人牵扯的世家关系，从未有人审查。如今看来，不是没人发现，而是有人一直在遮掩。此前我们已清洗过一次，没想到还有漏网之鱼。大哥闭关前便说过，9大家族在云林县活动多年，背后牵扯了什么势力？失踪的宝物去了哪里？王公庆藏在何处？都可能从他嘴里挖出来。这个人必须攥在巡天司手里，张德彪必须换掉。一阳如何？季考第13。一阳现任乾阳楼楼主，上任不足10天，便借秦剧之手借其将其一网打尽。此人有能力，背景也干净。你觉得他能行？二哥此前考验过他，他办得不错，让他去接管大牢，张家未必会重视。可以，明日派人叫他来见我，我要亲自确认一次。那就是九邪教的大执事，气血6重啊，不知杀了多少人。那囚车全是玄铁，跟铁罐头似的。8名气血4重圆满的高手押送，巡天司这回真下了血本。叶阳的事办得不错，是秦总管雷厉风行，被时之事。行了，叶阳上任7年，乾阳楼烂到骨子里，你10天把根子爬干净，有功。不敢当，分内之事。九邪教大执事冯海源决定押回来了，要把人关在南城大牢。易总管，南城牢头关乎重大，我们2位思虑要一位既忠诚可靠又老练稳重之人担任。即日起，擢升乾阳楼楼主，候补巡刑总管一阳，兼任南城大牢头。司掌牢狱防务、重犯看管、审讯记录等一应事务，望汝尽忠职守。卑职领命，定当恪尽职守，不负总监、副总监栽培。明日卯时去南城大牢交接，去吧。叶阳，南城大牢水很深，其他事情看你自己的手段。卑职明白。年岁不是问题，能力才是根本，好好干。大人，听闻您去了总监公房，什么事？南城大牢从明天起，我兼那里的牢头。大人，这是天大的机会。冯海源是九邪教核心大执事，他脑子里的东西比金子还值钱。安静。属下失言。祸福相依，南城大牢是火坑，也是跳板。张家旧部各方亲信，水浑得很。你留在乾阳楼帮我看好家。属下明白，别出差错。还差125点，气血6重已至圆满，肉身打磨到极致，只差破开极限，开辟气海的一刻。明天，南城大牢。来干什么呢？奉调令，今日接任南城牢头。南城牢头？没听说过。你等着，我进去汇报。站住！公家东西别乱拿，
大人，小的只是尽忠职守，下次装傻装得像点儿。老头，送饭去后厨，别往里闯。南城牢狱今日交接，谁是当值对证？大人，您今日就来？卯时交接，张牢头没告诉你们。张德彪在哪儿？在牢头房。把酒收了，兵器甲胄归位，半炷香后，我要看见人都站直。是。哪位？易阳，接任南辰牢头。易总管年纪不小了，何必来趟这滩水？钱阳楼多好，钱多事少还体面。总监府命令。命令是命令，人情是人情。这地方认旧规矩，太较真儿，日子不好过。本官奉命行事，尔等只需恪守本分。张牢头打算抗命。张牢头辛苦，若有私人物变，午前搬走。易总管，路长着呢。路长好，走慢些，能看清谁在脚下挖坑。新来的牢头，你身上有药味儿，也有血味儿，杀过人吧？闭嘴！巡天司真有意思，派个快入土的老家伙来看我。你们没人了？省点力气，你一身骨头还得撑到审讯。装2天得了，张爷说了，面上先应付着，过不了几天，这老头就得滚蛋。就是钱阳楼捡了便宜，还真以为大佬也姓易，别让人听见。他都60了，耳朵还能比狗灵？进来。易总管，唐副总管命卑职李少安前来协助提审，请大人安排。李副总管客气，坐。易总管好气色，妾身苏婉宁带赵通赵帮主前来听审。久闻总管大名，今日得见，果然不似传闻中那般。苏副张主说笑了，老朽就是个看门管账的糟老头，哪有什么大名？您老若只是看门的，那叶阳估计得从地底下爬起来喊冤。牢头，审讯什么时候开始？等人齐了再说。本座时间金贵，别让无关之人耽误正事。王共总说的对，所以更该等齐，免得少听了半句又要重来。易总管，听闻您老60高龄，还监管钱阳楼与大牢2处差事，了不起。只是不知身子骨吃得消否？小兄弟有心了，老朽身子还行，就是耳背了些。小兄弟方才说什么来着？小了点没太听清。废话少说，审犯人要紧。那就走吧。哟，来了不少人，老头也来了，今天热闹。风海源说出九邪教在云林县的据点分布，与各方势力的暗线往来，还有王公庆的下落。王家的人打东西挺响，跟敲锣班子差不多。怎么，你们王家审讯靠吹打？王供奉别急呀，犯人没吓着，倒把我们听审的吓了一跳。冯大指示，黑风岭据点被端，石桥废村线断，南坡药库被搜，城外山匪窝也被清理。你猜这些线索是谁给的？小子，你演得不错，可惜你身上那股世家子弟的味道，涂多少香粉都盖不住。世人都说九邪教可怕，可世人更清楚，
世家的话半个字都不能信。你们想问王公庆，想问据点，想问谁给九邪教递过银子，可以啊。不过谁想知道这些，就送几个人进来，让我过过杀人的瘾。冯海源，你真当自己还在九邪教总参？这里是南城大牢。那又怎样？想从我嘴里掏东西，总得给点诚意吧？要不，你们谁先进来陪我玩玩？王供奉，别冲动。靖远大师交代过，人不能死。王供奉方才拍碎石凳那一下，可不像是只想聊家常。苏婉宁，你再阴阳怪气，信不信我先让你闭嘴？一总管，您可要保护我，妾身胆子小，听不得这种话。你是在拖时间，你不是不怕死，你是在等九邪教来救你，还是等南城大牢先乱起来？审犯人这种抢功劳的活儿，谁爱上谁上。有意思，冯海源对张家的人有反应。废物东西，嘴倒是比骨头硬。王家供奉就这点本事，你们刘家就是祖坟冒青烟，才养出你这么个给王家当狗的好手。够了，今日先到这里。一总管，小兄弟有事儿？这位子不好做，我劝您趁早挪地方，对您身体有好处，否则您可能活不到晚年。承你吉言，我咋感觉最近越活越年轻？这位子我估计是做不到退休了。老头，我还想进步呢。一总管，今日这场审讯，您觉得如何？老朽不关注这些。您若不关注，就不会跟我们4人下到重犯区，更不会在冯海远跟张少爷说话时手指动了2次。老朽老了，控制不住手抖，让苏副帮长见笑了。一总管，您是个有趣的人，改日请您喝茶。从今晚开始，冯海源的吃喝、换岗、灯油、通风口，全都要换人盯。大长老，冯海源已顺利押入南城大牢，今日第1轮审讯，四方势力全无进展。进展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那个人，齐书鹤。他若破入天临降鼎，云林县的天就要换了，所以他不能成。冯海源被抓从来不是意外，九邪教内部已按我们的意思把他送到了巡天司手里。冯海源就是饵，南城大牢就是钩。闭关冲击天临降鼎，罪忌外扰，轻则弃机逆乱，重则入魔。巡天司想借九邪教清洗云林县，那我们便借九邪教断了齐书河的路。我听说张德彪被撤了。是。巡天司换了一个叫一阳的老头接任牢头，陈崇元和宋铁成不信张德邦，这在预料内。巡天司这时候换人，会不会察觉太多？不会，那个一阳前阳楼刚立了点功，陈努雅拿他试手罢了，撑死是个老辣些的看门人。那就好，既然那个姓一的敢坐上去，行动时顺手轻调，别留活口，自然一个气血4重的糟老头子也敢插手张家的棋局，到时候刀锋过处，连名字都不会有人记得。实力又上升了一个台阶。一总管，例行提审。李副总管，请。你们巡天司就这点活，翻来覆去问不嫌累？冯海源，半个月前子时前后，你在黑风岭曾与何人接头？你猜？记录，犯人拒不交代。老子要是交代了，你们敢写吗？记录，犯人口出挑衅，你的话我会原封不动地呈上去。好啊，我等着。一总管，睡得可安稳？苏副帮主来了，老朽年纪大了，坐着坐着就犯困。您老这心态，还真是让妾身羡慕。带了点老酒，2碟小菜，您可别是累着了。苏副帮主有心了，不过老朽不胜酒力，改日我请您时再叙吧。一总管，妾身有一事想问，您作为这座牢的牢头，有没有从冯海源嘴里问出点什么，能跟妾身透个底吗？苏副帮主这话可把老朽问住了。我每天坐在职房里翻翻名册，闲了就比划2下，活动活动筋骨。冯海源那边的事儿，哪轮得到我这糟老头子操心？活动筋骨？可不是嘛，人老了，
不动弹，骨头生锈。那行，您老保重身子，可别太劳累。来了，该做的事已经做了，至于收到消息后怎么办，那是陈游的事。去吧。伊大人，大牢下层有变动，换岗巡卫说听到正常响动。哪个方位？地下层，情况不太清楚，队正去查了，到现在没回来，属下不敢擅专，特来请大人定夺。走，带我去看看。你不是四丑？你在期待什么？有人逃，老子自由啦！看来陈九家还有些本事，他居然预料到这种情况，安排你来镇守。不过你这人有些蠢，把消息送出去还能活命，可你偏要一个人下来，为什么？当然是为了杀你。你不是第五重，你是6重圆满，怎么可能？好东西，你很能藏啊！巡天司的人怕也被你耍得乱团转。你断了我晋升内气的路，那就把命留下来吧。